这边又要讲一个外地人比较不知道的情报啦，就是说高雄是建商的天堂，你知道吗？高雄是建商的天堂。我现在讲的不是说什么可以毛起来用非法外劳或什么，这都有在抓。我要表达不是，而是说高雄市区天生的容积率就很夸张，真的很夸张。你有研究你就知道，容积率这种东西，各个县市的规范都不一样。台北其实不高，这个最繁华的台北不高，对，不高。为什么？因为松山机场整个打压下来，然后我也不懂，反正台北容积率，容积率就是说你买一块房子，你未来可以盖多少可以卖的坪数啦。你这样理解就先这样的理解就好。好，然后各个县市不一样，台北有台北的，新北有新北的，甚至台北市最复杂，那个到什么几条街都不一样，还不是以行政区为单位去画的。好，然后新北，然后到高雄，高雄市区不知道这个都是前人你要说留下来的宝藏吗？我们这样理解。政府打房后，小宅交易量狂飙，买下去真的未来还能赚钱吗？先说结论，小宅超级多，尤其是台中，光是台中从2019到2023出租中的小宅就多了13000间，其他县市也都是数量翻倍的情况，出租的状况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该硬冲上车吗？还有一个例子，反正就差80万，然后结论就是我说跟父母借这样。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现在有多少人在买小宅？这次我们来聊小宅。会想聊这个是因为我看到报道者，哇，这个频道好优质啊！哇，天啊，怎么会优质的频道？然后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没想到现在的小宅交易量夸张成这样。来，我先念标题：鸟笼小宅时代来临，新青安助攻高房价，小空间贴近基本居住水准底线。它的这个内容真的蛮丰富的，它还有一支 YouTube 影片专门在讲小宅，哦，真的是不知道我影片什么时候能做成它那个样子，它那种品质，内容真的是很优质的媒体这样。而且至少我在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些什么偷渡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哦，非盈利。好，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顺便提一下，这个它是靠民间捐钱运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赞助。哎，这不是业配，而是说你看完他的影片，你再来看我的影片，你就觉得说，看买房雷冲小，就这样。好，那先讲小宅的定义，先依照台北市的定义是说，不含公设的实际使用面积在15坪以下的房子，实际使用面积哦。所以说它权重应该还是大于15坪，所以说它可以贷款80%哦。所以说这不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新两房这种东西吗？对不对？两房或者是一房一厅，称作小宅。如果是电梯大楼有车位的话机械车位那大概你的权重可能会是在25坪上下啦。那就是实现了这个叫室内大概15坪以下的小宅。好，那小宅的交易量占比有多高？你看这张图，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来念一下。2023年台北小宅交易占比逾50%，为6都第一。这上面我画了一条线，超过这条线的占比就是50%。那现在2023年交易的小宅超过50%的县市，来台北市53%，再来是新北市刚好50%，这两个不意外啊。那再来是超过40%都是小宅在交易，然后依序是台中、高雄、桃园，最后是台南。6都对不对？6都。好，那台南的话就落在30%上下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小宅当道。那小宅当道的原因不外乎说家庭人口下降啊，夫妻都不生啊，房价变得越来越贵，所有人大概只剩下总价考量，对不对？总价考量只能买小宅。然后还有一个你我都知道叫做建商有意为之嘛，对不对？刻意盖小宅，那这个说法当然是叫做让年轻人比较容易上车。但我们往往就看到的事情是，哇，那些屡创实价登录高价的都是这些小宅。例如这个知名的案子叫，这是蛮知名你可以去看看他现场很夸张，叫民生沃和大安区2000万的房你说大安区还有2000万了，真的假的？还新房子套房15坪套房，公设64%，一坪140万都卖光了，公设64%呢？我靠，这还是台湾吗？这么夸张的数字还是有人买单？我不知道他在做学区房还是要干嘛，很夸张啦然后很多人买这些小宅老实说也不是自住的需求，
是为了投资或自产，就是把钱找一个地方放。那他有2000，他就放2000的；他有6000，他就放6000的，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个说法是有证据的哦，你看这张图，看右半部就好。这个图我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说一下，它标题叫做6都小宅出租数量占比皆提升，反正就是分左边右边哦，小宅的数量跟小宅出租的占比，然后时间从2019排到2023，你就看到那个线都从左下斜上右上这样，都是这个趋势，然后比的是6都啊，它都在越来越高就对了。好，那2020那个2019到2023嘛，那我们2020特别拿出来看，2020发生什么事情？开始不断的飙高，那个第一波信用管制上路时间，2020 12月8号，也就是说政府开始打炒房的时候，现在是第7波，那第一波的时候开始打炒房的时候，一堆投资客就去买小宅了。那新青安是2023年8月1号的政策，那这个买小宅的状况，我们就不用去赖新青安，因为有比它更早点火的东西。最后你要知道，我还是不建议自产买小宅呢，我啦不建议啦。那我们现在再来聊一下，如果有这么多人都还在买小宅自产的话，那你要不要这样子做？先说结论，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买小宅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前影片有讲过了，你可以来点右上角来看一下。那我们这次来讨论市场面的状况。这次啊，换你啊来看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就刚刚那张图的右边，就是说小宅的数量急剧攀升啊。2019年的出租间数跟2023年的出租间数对比，我想大概数字有一个概念就好了。2019哦到2023哦，喷的最猛是台中，从15000喷到28000间在租。新北从12000喷到21000，其他县市也都是猛喷式的成长哦。那我这样子大概看一看，大概都有2倍以上的成长幅度，而且这只是统计到2023，还没有到2024，对不对？然后这几年买预售屋还没交屋的也都没给它算进去，预售一堆都是小宅啊，可能一个案子哦300多户，哇，那个250几户，甚至300出头户，通通都是小宅，都是2房，就是这样。我们未看现在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的中古小宅、中古2房，因为呢它就是新房子，它现在是过了5年10年，它就是中古屋了，尤其是在我们高雄这里。好，那到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叫做中国的小宅供应超级过剩，超级红海。我也不能讲过剩，或者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再仔细的说明一下。总之就是说，2房的数量，这是远远高于3房，在市场中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会是一个很红海的市场啊，因为太多人都买来投资了，然后他就会撞到一个事情，叫做自住客没有那么喜欢买小宅中古的，对不对？你新房子小宅公设很漂亮，那个接待大厅物业小姐这个很漂亮，这个都还能研究，那你就中古，然后还2房，这个逻辑你听听看。对不对？那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这样想住新房子啦，尤其是年轻人，最没有实力的年轻人，都最想要住到新的房子。那他能怎样？他就是选预售优付，然后去住小宅啊，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他跟他的老婆就会买一间预售的小宅，然后住着住着就怀孕了，还是怎样，就会想要换到大一点的房子，换去3房。此时问题来了，他们要怎么处置这些2房？那你不是出租，你就是出售嘛。然后你就要面对市场中满满的跟你一样的2房在出，你不用到市场中，你那个同个社区就一堆人跟你竞争了，对不对？出租跟出售通通都有。那中古3房，通常这个时候你也不见得会去买到预售的3房，预售3房第一个单价超高，就很贵啦。你当初就没钱才买那个预售2房的嘛，那你现在怎么去买预售3房？那中古的3房，此时就会变成一个选项来考虑就对了。CP 值高啊，这个我以前也拍影片讲过，就是说梦幻泡泡被戳破了。年轻人喜欢新房子，那有住完以后，他们就很能接受中古3房了啊，真的是这样。预售很多住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的问题，我就讲一个，你看看你以前住预售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电梯有一只一直都是封起来，那个一封会封了快2年，大家都在装潢啊，大家都在装潢啊。然后你白天你去上班你是还好，晚上也不给施工是还好。但你有一天平常日待在家里，通通都是整个社区。你看看一个社区假设 A、B 2栋，然后总共是100多户好了，都新房子，你看有几间要装潢，对不对啊？这一装潢2年那个电梯都是封起来，不是那么的舒适。那你要是生小孩在里面，老婆在顾，那就是要顾那个小孩啊，这样快2年，你受得了？
那再来是你就住过新房子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也还好。然后你看那个中古三房，那个你就不会再有那个觉得它很鸟很烂的莫名其妙的感受，你就觉得说，哇，这个管理费多少？哇靠，真的假的？一瓶50块，真的假的？看一下垃圾，也有啊，集中回收，24小时，这好像也可以哦。哇，这空间大那么多，中古三房就会让你越看越可爱，就是这样。你现在挤进这个赛道，等到要换房子的时候，不太有利，不太有利。哦，那你为什么不是在现在？你不要去买新的两房小宅，你去买未来会很稀缺的中古的三房平车呢？对啊，现在新两房都是比中古正三房平车还要贵很多很多。我说高雄确实是这样，我实在不知道那个单平这样子，不是说为什么他买得下去，而是说我靠，这个银行真的有办法贷到8成吗？我自己都有点怀疑哦。那我自己还是有能力，还是在看中古三房、正三房平车，因为我知道我的三房未来就来等那些两房的小换大旧换新，他们都要换到三房了不然东西收纳真的没办法。然后他们的梦幻泡泡也早就爆掉了，那来看中古三房合情又合理，连高雄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理想的剧本，就是你直接上中古三房、正三房平车，你也不要现在去买未来会很泛滥的新两房没车位这种东西，我的建议啦。那房地产流派这么多嘛，所以大家都赚钱啊，所以每个人讲的都有道理。那我的道理就是在中古正三房平车这边。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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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
会 po 在这支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小宅为什么那么多？总价考量，总价考量哦，就会衍生很多有的没的很畸形的事情。比方说，哇靠，这个单品已经跑到这个数字了，你怎么还买得下去？没多少，人家小宅，所以它总价低呀、所以现在年轻人在看房子，他优先看哦。我说真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台北来的哦，我们去看高雄的房子，我们真的不会去算说一坪多少钱呢。然后我在高雄打交道一些房仲什么，他们现在还是很哦，这一坪才多少钱？一坪多少钱？我们早就不看一坪了，真的，因为我们在台北的震撼教育就是说，哪有人在管一坪多少钱的？这要看说总价负不负担得起嘛。好，那不小心就把这个坏习惯带来高雄，我们就直接问总价多少，然后下一句就问银行贷不贷得到，意思是能够贷80%啊。那如果总价 OK，银行又贷得到，那就会被打勾啊，就是选项啊。我说真的，我们没有在管什么一坪多少钱呢、我们在看一坪多少钱，反而都是在看那个实价登录的时候。所以不知道跟你分享啊，建商就是这样，总价锁定。建商，我跟你说，你算不过建商的，你买个800-900万、1100、1200、1300的房子，你们算来算去，跟另一半讨论来讨论去，建商他一盖，你看亿来亿去的投资，好几亿的投，甚至好几十亿的投资，他比你还会算，他一定是算到赚钱他才敢盖，一定是这样。那么大的投资已经输不起了。他的股东也会叫他说：“你算清楚，你再来报告。”就是这样，人家一整个部门在算，我们要相信建商的眼光啊。建商就是怎样，连中南部都一样，总价锁定。总价锁定就是说，反正现在以高雄的年轻人啊，那俩剩啊，差不多三房预售1500、1700就很吃力了。那所以三房我看能不能做到1300，然后有车位，机械车位。三房车位1300，预售新房子，你说这个对高雄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有，剩下才来考虑坪数的事情。建商在决定会先决定这个，他不是说啊我要正三房，这样我的那个买房未来的屋主住起来还舒服，这个主卧要大间一点，那这样它可以摆左右2个床头柜，那它底部还有空间可以走动哦。那这个正三房的话，格局要方正一点，那这个卫浴看能不能2间都让它开窗。谁来给你考虑这个？就是总价锁定啊。反过来提的，就是说我这个房子要卖多少钱，先确定下来，倒推说怎样能够盖出最好的房子，不是，是最多的户数，最多的户数。这边又要讲一个外地人比较不知道的情报啦，就是说高雄是建商的天堂，你知道吗？高雄是建商的天堂。我现在讲的不是说什么可以毛起来用非法外劳或什么，这都有在抓。我表达不是，而是说。高雄市区天生的容积率就很夸张，真的很夸张。你有研究你就知道，容积率这种东西，各个县市的规范都不一样。台北其实不高，这个最繁华的台北不高，对，不高。为什么？因为松山机场整个打压下来，然后我也不懂，反正台北容积率，就是说你买一块房子，你未来可以盖多少可以卖的坪数啦。你这样理解，就先这样的理解就好。好。然后各个县市不一样，台北有台北的，新北有新北的，甚至台北市最复杂，那个到什么几条街都不一样，还不是以行政区为单位去划的。好，然后新北，然后到高雄，高雄市区不知道这个都是前人你要说留下来的宝藏吗？我们这样理解。好，高雄市容积率超高的，超级高你什么那个容积奖励都还不用上就可以了呢，比台南高，也比台中高，远远比台北市还高。所以说，建商他在取得一个高雄的土地，同样的土地面积假设放在跟同样的路宽，假设放在我乱讲台中好了，跟放在高雄好了，在高雄它可以盖得更高，盖的户数更多。高雄真的是建商的天堂啊，就小宅嘛，对不对？小宅2房嘛，能塞多少塞多少啊，就是这样来的我也是很纳闷，说这些土地，然后这么大，明明规划起来你要盖3房。甚至要盖4房都可以，可是现在建商真的是倾向全部都盖2房，几乎一整栋通通都是2房的这种，这真的好住吗？好不好住先不讨论，这真的好卖吗？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因为市场目前想要新房子又能够负担，
大概就是这些。你说有实力的买家跑到哪里去？买中古啊？对啊，那个中产阶级夫妻带小孩，梦幻泡泡被戳破，他们就会去看中古的正三房平车啊，就是这样。以我在的中古社区来讲，有在电梯遇到闲聊两句，大概都是这样。以前都住新房子的，那现在的话，梦幻泡泡都被戳破了，还是要中古，中古的空间大很多。以我所在的高雄市美术馆特区来讲好了，我讲的是正美术馆特区哦，不是过愿景桥的中都哦。我先讲正美术馆这边，预售给它开到5期，当然那个预售价差也是很大。你那个高楼层有景观哦，跟低楼层变中庭价差会非常的大，同一个案子都可以差到10几万这样。我说单品。我们不讲豪宅案，讲一般的案子来说，又不是特规的案子，又不是美术里3 29坪10登，一坪给它登到62，这我都觉得是离群值哈。一般来说，以高雄现在新盖出来的预售在，也不是预售价格，也就是说预售交屋后，他要卖你的价格的话，大概新房子都上47到55，47到55。中古现在还在40保卫战呢，40保卫战就是大概屋龄也在20年内。美术馆的房子没有很老，电梯大楼没有很老，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重划区嘛。这边最老的大楼屋龄好像21年吧。我讲是大楼，那个透天有那个屋龄比21年大很多的，那是美术馆重划区的第一批人，那个我们先不讨论，我们讲大楼。好，那种大概20年上下的中古还在40保卫战，看能不能站稳40这样。那你看新房子，如果开到55，对啊。便宜很多，真的是便宜很多。中国它甜美的地方就空间大，然后很便宜，然后管理费也没像新房子那么夸张。那公社有跟没有一样。对，我说真的啊，我看到其他人的社区有游泳池，我会不会羡慕？当然会啊。有那个 K 书中心，我会不会羡慕？会啊。哇，他家大厅好漂亮，我会羡慕？会啊。那我羡慕大概2秒吧，那我就知道了。这些人啊，未来像我的邻居们都能够舍弃掉以前华美的公社，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一样跑来中古电梯大楼，还是需求说话啦。梦幻泡泡爆掉之后，务实很多，就会来看中古三房。中古3房4房又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第一个便宜嘛，再来是它摆脱掉未来2房在那边往内互打的竞争，2房干2房啊，怎样都是2房啊。然后我不会表达，尤其我们现在居住的空间又大又舒服的情况之下，我去看到那个新的2房，刚交屋不久的，或屋龄2年3年，我因为门一打开，我干，真的是生理不适，这有花多吗？真的假的啦？这样窗塞进去，没有留那个走道空间，床底变成说你这里塞双人床，然后有一个人睡靠墙，然后有一个人睡外面，都只能够从外侧，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好好的去居住呢？我真的不知道，生理不适啊！我也去看过了，14坪室内14坪，隔2房2卫，帅吗？还2卫嘞，14坪呢。它装潢起来，什么杂物、生活用品都还没摆进去，确实很漂亮。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很小，你感觉就是住一个饭店的，哇，这里面美卖哦。但我有经验嘛，我能想象衣服、鞋子、包包、行李箱、锅碗瓢盆这些东西摆进去，哇，真的是会很局促。然后再养一只狗，然后再生个小孩，再怀孕就好，小孩还不用生出来，就要准备换房子了。然后换房子换到哪？因为他们梦幻泡泡被戳破了嘛，就来我们严阵以待的中古电梯3房平车的这个市场。中古，对，我是中古啊，他们会要。对，那为什么？因为预售新成屋的3房实在是太贵了，超级贵。我们这边一下就给他打8折，打75折，很便宜啊。所以我自己的路线是这样，我讲给你听。建商就是说总价锁定，真的会供应出市场哦，真是海量的2房。2房在新房子的时候有吸引力，确实有吸引力，因为我去看过，好漂亮啊，真的是好漂亮啊。我说柜台好漂亮啊，公社也漂亮。那然后嘞，然后再过个5年时间，它变中古2房那你有没有看海量的中古2房在那边往内互打的时候，你2房的人你是要怎么换到下一个2房？这不是很奇怪的、很诡异的事情吗？2房要换到哪里？换到中古的，然后更大的2房，或是中古的可以直上正3房平车，为什么不要？我现在想法是这样，那我认为我很高几率是对的，因为我不是做新房子的嘛，我都是看中古屋的嘛。我真的认为判断起来会是这样。你要自产，还是选择以高雄来说，还是选择正3房平车？你等得到未来那些当初怀着梦幻泡泡进去住2房，然后现在跑出来
这个狼狈奔逃出来的年轻小夫妻，中古正三房拼车。